乡亲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聪明太妃》，我是吴思琪。大家都讲英文当重要，2030年财政府讲要推动双语政策，韩国人士提独独嘅进行日方政策嘅详细规划。所以嘅双语讲嘅就是法语同英文。大家都讲一下，國家要推動母語，一下又講要推動英文。所以母語同英文嘅推動，向下睇政策推動方，咁會有矛盾嘅。有學者就講，有民間團體就講，係講推動嘅雙語政策對母語來講係啲動態嘅傷害。所以一項雙語政策喺實行嘅時節，對教育現場、韓國對學者專家角度係用嘅嚟看呢。有請鄉親聽聽同我嚟討論。馬上俾大家收嘅見面嘅參加嘅來賓，頭位我先收嘅係道義家畢業創辦人蔡秉基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三來我收嘅係桃園市楊梅區楊新國小嘅先生童願意童先生。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新國小嘅先生童願意。歡迎。三來我收嘅係國立台東大學法語文學院嘅教授莊學儉莊教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莊學儉。歡迎先生。家講到一項雙語政策啊。重點係標題英文，雖然講有法語，不過大家都知，喺國際化時節，英文能力係當重要嘅。不過看到將來，英文喺台灣嘅課堂上，喺傳統嘅時節，同母語嘅比例其實所進行嘅動態，也係定下節目當中，我討論嘅其中一個重點。就先來看啊，一項雙語政策按樣來傳統，雙語政策嘅嘅輕重要目標係標題內。其實家講到雙語政策係同重點標題法語同英文，韓國英文係前重要嘅。再過來就係呢，喺講嘅傳統一項政策，當然沒有對教育嚟做歧視。韓國呢，亦嘅教育方面按樣嚟做，高等教育為雙語化，也就係講英文同法語都一定重要。再過來就係講到嘅高中以下嘅雙語化嘅條件，要獨獨嘅嚟做到。再過來就係做啲打幫數位學習嘅方式嚟增加大家嘅英文能力，也就係講一時節大家就想母語係要係講客話，睇面對安尼嘅雙語政策嘅時節，按樣嚟發展呢。一部分我請教下教授，教授請問一下，政府想要推動一項雙語政策，唔過一項雙語政策係睇重點標題英文，唔係用嚟看要推動一項雙語政策嘅目標同方向係樣嘅，請嚟同大家說明。雙語政策目前就是以英語為主，但是在這個政策裡面，事實上沒有提到的，事實上更為重要，就是我們的母語，客語、原住民語還有台語。那這個部分的話，因為我們通常對語言教育的話，我們會看說語言它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問題，所以過去我們本土語言就是這樣被打壓，它也可以視為是一種資源。所以本土語言是一種資源的話，它就是文化傳承、認同，還有它事實上在地方上也有它的經濟功能，還有它的親情溝通各種各樣的功能。那現在雙語教育也是因為國際化的關係，全球化呢帶來了這個各國的接觸，所以英語會變成相當重要。但是外語來講，台灣的南向政策，它事實上也包括其他的東南亞語言，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台灣事實上正在重新在思考說，多種語言作為資源，它怎麼樣去分配它的在教育上來促進它的這種學習跟使用。好，那21世紀雙語教育學者garcia西亞他就說，事實上就是雙語多語言的時代，所以政府在推動雙語政策是應該的，不過它應該是遵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它所推動的一個想法，就是母語為主的多語言教育。好，那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我們推動英語或是推動華語，它就必須考量說對母語的影響。那用一個語言生態的觀點來思考說，我們推動這樣的語言的時候，要怎麼樣同時照顧到本土語言。好，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在雙語教育裡面，我們常常講說，會雙語有什麼好處？事實上有一個蠻有趣的笑話，就是說，有一隻貓追老鼠，那老鼠一直跑到老鼠洞裡面躲起來，然後
没多久他听到狗在叫，然后这只老鼠就探头出去看，然后结果被这只猫抓住。那老鼠说奇怪，我刚刚明明听的是狗的叫声，怎么是你呢？那这只猫就说这就是会双语的好处哈。那这样的双语的好处，事实上是不止这些，好，它事实上有认知的优势，好，也促进学业的优势，那也有造成，也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健康，包括社会正义，还有认同巩固，哈，还有语言生态、文化传承、亲情沟通，各种各样的。但是我刚刚讲这些好处，事实上是以母语为本，就是说我们活的是在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家庭里面。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双语，母语同英文，母语跟多种语言在一起的关系，它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但是母语事实上是为本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家庭跟社区，除非我们不要我们的家庭的语言、社区的语言，要不然我们这个基础一定是在这里的。所以我觉得说，目前来讲，就是说台湾的语言政策事实上是从过去独尊华语，现在迈向说华语之外附加一个本土语言，现在把它叫国家语言。告诉有讲到嘅，其實人體傳統雙語政策嘅時節，除咗華語同英文以外，其實母語真係人嘅根本。我用母語，真有法度去做其他語言嘅多樣語言嘅學習。故所講，政府想要傳統一項雙語政策，除咗先生意見以外，各界對家嘅傳統有哪條想法、韓國看法，人哋看樣片整理。我們將在雙語國家及數位領域上，培養更多的本土人才和精英。對政府提出雙語政策過後，各界見反對，連提共享政策名錄參與平台上，嘛有人討論。由全教總監嘅學者等組成嘅動議台灣英語友善行動聯盟提案，批評英文不應該係其他學科嘅指定教學語言，應該本教學歸到專業。韓國講政策違反係嘅語言發展法，為發展動議嘅嘅精神，應該愛簽訂推行。一項提案喺平台上讓當當嘅聲音，就想到超過6300人參與，喺平台上最多人討論嘅話題。如果英語好，那就代表專業能力好了。那其實很多英美的一個國家不用到外面去求財嘛。那我們認為說，這個政策推動下去之後，會變成弱化我們的一個專業能力，也會讓英語的一個學習不見得會更好。對於教育部強調，以下嘅政策係為做到保護同推廣嘅語言嘅同時，還會上網提升英文嘅能力。佢提各級學校本研本階段來做，不過先生認為政策太過理想化，學生嘅英文嘅程度冇相同。喺講實施雙語教育，英文程度唔好嘅學生呢，可能還會放棄有興趣嘅學科，造成學習嘅效果好嘅韓國好，南美國南，數增韓國低。安尼政府想要提升學生嘅競爭力嘅好意。就會小價歸多。我認識的朋友基本上反對的佔90%以上，覺得他會失去很多平常可以跟學生互動、班級經營的機會，或者是失去很多那一些學生，他可能已經放棄英文，但是他不想放棄其他科的這些學生，你會讓這些學生連學都不想學。教育部表示，雙語間嘅語言嘅政策會同時來做，不過全教總就會少，學生嘅時間有限，個強勢嘅雙語就會減少學本土嘅語言嘅時間，兩項語言嘅政策按樣嘅評分，就會考驗當局者嘅智慧。無論睇學校學習哪種語言，總共就係叫有一個環境好比學習，也就係講愛學英文也好，愛學母語、漢語也好，都要由先生來教。故此有部分我請教下童先生，童先生實際睇學校做英文先生，韓國呢學法係唔似格嘅母語，經用嚟看英文係主要教學嘅語言，唔過學法係人嘅母語，睇學校嘅時節唔係用嚟看愛傳統雙語政策。我知道愛隨同當地嘅雙語政策會遇到嘅問題啊，做得分做3方面來看。第一個問題就係師資嘅問題，因為一下貴州地區度一下先生做得用英文來教課，大部分還係英文先生，其他嘅先生用大部分都還係用華語來教課。故所一下限制嘅先生是就係唔拉擺嘅，再過來一
近年来师培嘅学校，像是教育大学也好，师范大学也好，咱同意来去培育一个双语嘅人才。不过一个双语人才毕业过后，真嘅又同意到学校地位度来去做教学嘅人，咩唔拉摆，故所第一个督导嘅问题就系师资嘅问题。第一个方面，我知道就系线上设计嘅问题咧。因为双语教育嘅课程同一般嘅课程无共用，可能线上爱是种强下来去讨论课程用版来进行用版来设计。不过可能你啲上班嘅时间就冇按到做啲强下嘅时间来做讨论，可能会用到下班嘅时间来做讨论咧。韩国你可能会用2年还是线上暑假寒假嘅时间，可能会去上一个学分班，还是参加按到双语嘅研习，还会做双语教学嘅成果嘅记录。故所线上由语言来做冇。其中语言有高冇，也是第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知道是学生嘅学习嘅态度还是效果。可能你讲学生嘅学习英文家下，可能就读到心态嘅问题咧，就冇中意学习英文。不过一下线上还爱用英文教其他条学习自然课也好，社会课也好，可能学生嘅先。可以来用英文来去理解线上讲嘅到底係乜嘅，再過來可以去理解學科內容嘅重要嘅概念，可能學生就冇法度按直接按冊帶去理解呢個學科嘅內容，或者甚至到其他條學習嘅學科嘅學習效果會變到唔好。故所我知道學校地位度，我條下嘛我嚟實施呢個雙語教育啊，可能我用提像係冇考試冇進度壓力嘅語文課、生化課、天體課一條科目，線上啲課堂地位度啊，可能用嘅語言還係用英文做指導用唔錯，不過其他較難嘅事啊、較長嘅記憶，還係較重要嘅學習嘅概念、學習嘅法堂，可能說明還係用學生嘅較舒適嘅中文來講。韓國有線上美國唔好有一個考試來去啲啲雙語課程地位來去測驗學生嘅英文程度，因為也唔係語言學習嘅英文課。故所我知道一種嘅情形做得對學生嘅學習內容，就唔會有太多唔好嘅困擾還係影響，做得本學生嘅有更多嘅機會啲冇壓力啊，同自由嘅機會來去接觸英文、去談英文，甚至去講英文。同時唔講到嘅主要係喺線上同學生嘅角度來看，嘅家長咧，家長聽說支持按你嘅傳統課程，按你嘅課程方式。因為從現實嘅層面來講啊，其實家長就啲太監人就啲啊，有一定嘅語言能力，因為一下國際化嘅社會，可能同到嘅自信啊，甚至any 電腦嘅軟體，同到都係用英文來呈現。故所學生嘅有一定嘅語言嘅能力，肯擺其他條求學求職家下，可能會較有優勢，前到較好嘅學校條路，有較好嘅業績。按用，故所家長就會較重視小學嘅英文學習嘅態度和個成績，會送其他條去補習班、安親班來去學習英文，其他條學習英文嘅機會就比起母語是多。沈夢同先生佢講出學校體育線嘅情形，韓國講出當到體育線先生佢真正面對亞航政策而傳統嘅時節，會遇到嘅難題。總共就係雙語政策一個好嘅希望講，增加國民嘅國際競爭力，而培養英文嘅人才。只唔過而培養英文嘅人才，睇一下按國際化社會學，其實要當到嘅國家，就算唔係英文為主嘅國家，都用英文嚟做主要嘅語言咧。咁嚟看到係講因為傳統雙語政策嘅時節，用呢條國家嘅傳統方向，做啲帶嚟嚟參考韓國學習。而且就看到睇印度、香港、新加坡嘅度其實都有傳統雙語政策。韓國睇印度嘅片係傳統嘅按到3年2年嘅政策，再過來睇香港係2文3語政策。主要就係講嘅度呢，唔單止有自家嘅母語以外呢，英文同樣係嘅度睇傳統政策方向當中有嘅一項語言。也就係講啦，大家都認為語言呢係講人嘅母語嘅基礎又好，唔可以傳統英文當然係冇一個直接嘅矛盾同衝突咧。總講就係語言學習係啥都有機會嚟學，係好也係唔好。嚟看睇印度傳統政策嘅時節，其實印度嘅人家嘅母語嘅基礎係當好嘅。唔過呢，家嘅英文嘅學習能力，就算家哋對1968年就開始傳統一種3種語言嘅政策，唔過呢，其中11%人係有英文嘅能力。再過來看到香港香港大家都知香港人
广东话讲到同好，韩国呢有人会讲英文，有人会讲法语，家嘅能力还係有所長，唔係講啥都係按好嘅。故作講還要看佢嘅學習嘅能力同社會嘅發展情形。再過來看到新加坡，喺講強情去過新加坡都啲，許多嘅人大體主要講嘅話都係英文為主，其他嘅也嘅母語。就數到嘅動態嘅考驗，因為大家都係講英文為主，係講按你嘅國外經驗帶到進嚟台灣，當愛傳統嘅時節係帶啲人來參考嘅。故所講自己亞教本蔡先生嚟請教一下嗬。其實呢，大家睇到講睇新聞可能看到唔知個係幾年資料，曉講9國嘅語言，韓國呢都係大部分自家學習，像係佢哋講嘅客話，每人自家學來嘅。我再請教唔嗬，睇學語言嘅時節。英文我先學其實係，也係講唔係知道講多樣嘅外語能力對一個人嘅發展真係較好嘅。成英學語言老台語冇強弱，挑選係啲學教學語言嘅世界，學英文嘅世界係錯點同線上功課，所以當然係話到學語言就係。就係從應用，不過我知道，成英學語言係透過互通，到台語、到主語嘅語、到隔壁領沙，有成法嘅語言，談講法，成英嘅入門，到用該種語言，到拼音、白聲音講法，講。可否講該種語言，所以我知道，可以是應該係學環境中入嘅語言，你不下讀講嘅語言，你沙期講嘅語言，你隔壁鄰沙講嘅語言，應用咗長做得學會講一種語言，唔係從跳擺Andy 啲學教學英語強用。係講呢，有母語嘅基礎過後，係咪就做得開始學習其他語言？佢也嘅語言天初愛學英文係，也係講嗌其他嘅各個語言嗌有興趣都做得去學習。啲世界上有咁多語言，唔過嗌認為有咁多語言嚟學一種語言，花咁多細繞花咁多時間，所以係講時間唔難，但係有時間學先測一種語言學。先頭一種。我知道學英文係最好嘅。哦，學英文係挺好嘅。唔過也嘅學英文先前應該要先有母語嘅基礎，才會做得去學其他語言，安尼對自家嘅發展會係較好嘅。我知道Andy 應該改變學語言嘅想法，特別學語言Andy 會想係讀書讀課本，不過學語言其實係細繞環境，細繞環境到拼音用該種語言講談該種語言。唔係像係啲教識學，所以我知道先學母語做得建立正確嘅學語言嘅方法，學認字應該係就從學母語強用。大家都講母語當重要，英文咩當重要，是唔過睇人哋成班睇台灣學習嘅時節，母語係咩先重要？我先前開始學習嘅語言呢？嘅部分請教一下教授，請教一下喺家雅發言當中，其實就針對母語學習提出嚟當道嘅看法。家兩位先生咩講到嘅？其實人哋教育現場也好，睇成塊杜康也好，愛學習語言啊，其實挺好嘅環境，有環境之前好多嘅天作係母語啊，學母語學過後，再過去發展其他嘅語言，像係英文。安尼對一個新人咧，也係講對大家嘅語言嘅學習，係咪真正係啲較好嘅學習嘅順序同方向？多種語言嘅學習哈，它有一個優先順序。
我们刚刚讲那个联合国所说的母语为主的多语言教育。那之前教育部事实上有说过哈，先母语，后国语，再来英语。好，那这个顺序事实上就是我们觉得比较重要，就是那个基础打好。好，那这个基础就是母语。那这个母语是谁可以帮助？刚刚蔡先生他讲的这种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的家人亲属都可以帮我们来学习。好，那我们这个客语的部分，事实上过去一个外地人来到客家庄，他没多久都会讲，因为有环境啊，是有环境，所以这个环境相当重要。那现在我们除了在学校教之外，事实上英语作为一个外语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在台湾有一个讲英语的社群，它没有。但是客家话、原住民语、台语都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可能会讲，好，所以他就可以帮助他。好，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学习顺序，哈，就是说它涉及到的是语言跟语言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可以帮助的。特别是我会台语，那我在听客语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很亲近，然后也觉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我会用我的语言去理解。像给吧计划，我就会我听的时候，我就会听到好像是肌肉哦给吧哈给吧那种感觉。可是这就是一个学习啊。是，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我们的母语就是在那里，它可以帮助我们。学母语，天初嘅对一個環境學意思，也就是講，大家學到嘅學母語一個高層應用嘅去做嘅時間，其實就做用安尼嘅方式去學習，那我一個無論係國外語言，也係講獨有語言，認真呢，我有一個環境嚟學習。加一嘅套呢，其實上邊度邊都提出嚟對雙語政策去傳統嘅時間，各個嘅看法，主要就係我有一個環境冇，韓國我有安尼欣賞人哋嚟做一件事情冇。香港呢，我傳統英文。唔過講到係睇客家莊嘅聲音呢，連母語都學唔好嘅時節，我用嘅強下來學英文呢。故所也由學校開始嚟傳統英文同客家嘅多樣學習方式，用英文同客家變做係學校主要嘅上課嘅方式，韓國語言來看學校係用嘅傳統嘅。抹錯一樣兩抹錯嘅。一般抹錯一般多數向學生嘅天天欣賞來認識約錯。課程當中唔但將自家做訪問水，還做嘅演出客家戲出。可以噴到樹紅，可以噴到腳紅，本內中間內咧。每年教育嘅時候，當然星期禮拜都有一節客家教聽課程，先前還宣布新嘅學年教學重心會有改變。What's the impression for 90度是先用客家英文來對話，對教育師生嚟講，平常就像安尼，同其他學校用華語英文來做雙語教學為主無相樣。教育局校長李文慶認為，要同採啲客家變做學生嘅優勢，個英文嘅雙重訓練，潛到特別嘅定位，同國際連接起來。像用嘅咧，本日就係客語。學到生活化，用嘅本英語咧，小朋友做咧學到同喜歡講、同感覺。人家就用嘅本小朋友唔單止要教台灣講機，還做得發現自己內大為同好、同厲害，做得本佢發展出來。嚇，所以人家好教做成立啊，就 multiple intelligence， 嚇，多元智能，嚇。唔過，將教育嘅時候實施客家英文雙語教學真檢無案改，後為就時候新嘅學年全台灣有意見學校實施天天，將來會繼續同客莊學校來溝通，希望由客家到學校結業。老實講，下一個到內邊係唔啲，有想去做，唔過大家其實會驚啦，因為一個新嘅方式嗬，仲係到學校導向，唔來本學校嘅先生學。教嘅聲音呢，個還有親像有家長學幾多嘅了解。政府推動2030雙語政策，希望個人除咗華語，咪會加強英文。喺台灣有20人種本土語嘅多語環境下，按樣來平衡雙語政策同國家語言。政策以下按樣來做，還靠各界詳細討論，清楚聽出。
客家中嘅學校同時推動母語、客話、韓國加入嘅英文啊嘅國際語言，喺學校方推動，也其實對成人嚟講哦，喺一個環境當中，做嘅學到自家嘅母語，未學到英文。不過，按你嘅推行方式，唔係搭建學校都做為到位。一部分我請教下童先生，童先生，唔似咁咩睇客家中嘅學校服務哦？既然出唔嚟看，睇客家中嘅學校有法度搭建，也係講上去做。從家下嘅件過少按你嚟做，也係有法度做嘅係講上按嚟做，有哪啲嘅挑戰同困難？我知道像你台灣啊，也下240年嘅雙語教育，也係漢語沉浸式教育也當中面臨到嘅問題，就係學生嘅其實佢也條啲學習方言家下就有拄到問題咧，就係你最舒適嘅方言可能因為學生嘅接觸到按到嘅電子用品，佢條平常時就用打字為主，當到國語就唔舒適，因到係愛寫就會寫差，故所愛佢也條寫一篇短文來看，就會寫差字就會讀到，那係你嘅方言，你就無法度顧到咧，你就愛上課啊，愛按照就本學生嘅就學習按到語言，像係國小地位度就會開始來學方言本土語言係英文，到其他條到高中啊，係係太好就會學聽英語言咧。我知道第一下你國際化嘅社會大下，成日從細就接觸到按到嘅語言。加上也按當年來，你本土意識咩提升都動過咧。故所成日啲學校就見多嘅語言，也唔係一件壞事情。不過，你做也嘅母語教育係英文教育也好，可能會唔會有啲學生嘅方言好一條嘅，英文好一條嘅，本土語好一條嘅。不過全部也三項嘅語言無法度學到按進數。也係嘅問題，故所我知道你公部門啊、教育部可能就愛啲也按多種語言學習嘅環境大下，愛上課啊，愛用辦來去重新來去規劃你嘅學習嘅兩位結束也好，安排禮拜嘅線上，韓國啲動嘅教材，韓國去規定學生嘅啲各個學習嘅階段，目前嘅學習階段，而家就要清楚愛學到哪一種語言嘅長度係到哪。我知道我要較有詳細嘅一個目標嘅計劃，唔係單槍係一條嘅，你也下講4年國教地位度講嘅核心素養，就會寫按到較抽象嘅東西。太方向，太方向，我有一些嘅細節本你先生啊，係學生嘅來做參考。唔過呢，愛傳統也嘅語言嘅學習吧，家大家都講愛創造一個環境，無論係睇學校，也係講睇生活好，睇家庭都好，也就係講大家都見講啊，沉浸式，按你語言學習嘅環境，睇客話可能有啲語言開始嚟做，唔過也就重要嘅優點係乜嘢？天然就會天初我有一個環境，有一個環境過後，先生啊、韓國家長啊，都會同成人嚟互動，用一種語言嚟同佢多講。韓國大嘴鼓，無論佢曉講也唔曉講，只要有講嘅機會，佢就有機會會彈舌，彈嘅時過後就會同唔嚟回答對大嘴鼓，也就係一步一步嚟做。再過來就係一件事情，唔係一傳統過後。就做得踏實呢，天出愛時間，天內來累積一個過程。故作講一篇，我請教下蔡先生。蔡先生家手幾年嘅時間，唔係道義家備嘅創辦人，一個道義家備談起來就係傳統當中語言嘅交流係。韓國呢，睇一個環境都好，係唔係真正就做到一個按到沉浸式嘅環境。道義家備最重要嘅係本大家參加嘅人有機會。用自家啲嘅學習嘅語言，撈講各種母語嘅人交流。哦，就係當多種大家講自家嘅母語，各種語言相互交流嘅一個環境空間。因為跳板啲學校學英文嘅世界，你從條圖書圖課本冇用各種語言本應大嘴鼓，所以學英語學東橋咁個講英語嘅世界講唔正，
所以所以想创作即环境本大家有機會用各種語言交流比如愛得有繞場講各種語言嘅外國人日聲音負責日作哦英語就愛得有本錢所以外國人總得來改變練習中文哦利用點種嘅時間佢試咗講自家嘅母語配台灣人練習佢嘅母語。哦，一個外國人有可能係講英文，有可能講係西班牙等等嘅，就係講自家嘅母語同台灣人嚟做一啲。有日本，有日本話，有各國嘅語言都有。韓國話，有西班牙話，有各種語言，有廣東話，河洛話，中文，也有中文，因為有啲外國人想愛練習中文，到台灣人練習中文，所以英愛得有準備中文嘅作。哦，故所講，日就想我安尼做，就係希望講喺台灣沒有各種母語相互交流嘅環境，韓國所在係冇？錯。哦，也除非安尼做起來過後，其實唔到啲人就做到一啲很多沉浸式嘅語言嘅學習嘅環境，因為有環境有互通，再過來有時間，大家累積起來過後，天天係有行較多嘅交流，無聽錯，我本來睇唔是韓文、韓國文、日本話，我答案呢機會，我就有機會認識韓國對話，唔係搶看日本嘅戲劇、韓國嘅戲劇，真正有人同對話，學什麼蔡先生同人講嗬，而睇傳統同意隔壁夾嘅空間係用嚟做，總共就係要有環境同時間同互通嚟學習，也真正就係人哋沉浸式語言嘅學習嘅主要關鍵。一部分我再個強調下，先強調總教授，教授其實人家沒有講到學習一啲語言，無論係母語也係英文國際語言，其實要有一定嘅環境。我做強調沉浸式嘅一個環境，對母語嘅學習、對語言嘅學習有幾重要嘅。母語的學習當然是在家庭一開始最重要的嘛，哈，就是一出生下來，爸爸媽媽抱起來就講母語，他一定會的。哦，那第二個機會就是說，他要找人照顧的時候，這個照顧者他會講客家話的話，他也有機會接觸。我們創造機會給他。對，然後再來一個機會就是幼兒園，好，幼兒園也是一個，他沒有什麼升學壓力，包括國小都是一樣。所以其他國家能夠成功透過教育來達成語言互證的，都是有足夠量的母語的教學的時間。對，它就是當作沉浸的一個方式，它不但是一個學科，而是一個教學語言。那在學校之外，事實上我們也在做一個社區的客語環境的營造。好，我們可以用客語為本的，比如說我們讀客語的繪本，說客語的故事，類似這樣，還有演戲，哦，這是一種。另外一種就是配合客語社區營造，哈，它可能是在做這個社區的這種美食啊，哈，或是做社區的導覽。那我們用這樣的活動，讓它有一個體驗式的學習。我們在事前先教他一些常用的客語，在這個活動會使用的客語，然後在活動當中讓他有練習說的機會。最後我們再一個總結，然後有給他加強這樣子。所以我覺得說，除了學校之外，我們家庭社區都是重點。那在這裡面那個營造的環境的話，事實上，在一個社區裡面會講客語的一定是比會講英語的多。伊啲素材佢做得營造出講母語嘅環境，喺台灣，聽從嘅母語卡度唔係講英文嘅環境，故所講安尼沉浸式下來，傳統母語應該係一啲較好嘅開始。對，所以雙語教育或是雙語政策，它缺的那一點就是母語這個部分。事實上，我們只要承認它的價值，給它相當的獎賞。像我以前在教說話課的時候，我跟學生講說，你講客語、原住民語的都是90分以上，好，用不同的鼓勵。對，那我在教書的時候，我說哈，我們這個報告要鼓勵多種語言，所以除了華語之外的語言你可以使用，
所以有人讲客语，有人讲排湾族语，也有人讲英语。所以我觉得说，在教育里面，事实上它重要的一点是说，承认注意母语存在这件事实。我们的双语教育里面没有列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在家庭、社区、学校里面多加强调这个母语的部分。先生讲到的就是推动双语政策的时节，其实母语一件事情。听说做唔係填表題，也咪係見面嘅節目討論到一下，其實三位代表都有安尼嘅共識。故作講，我請教下唐先生，大家講到，喺講我傳統沉浸式教育，其實唔會好教，就係你同好嘅環境。像蔡先生佢係用咖啡店嚟創造一個環境。跟我請教下，唔似家係英文先生，唔過睇好教，唔主要係教英文啊，跟睇好教要睇下家長，好教真正有安尼嘅環境，幫學生嘅沉浸式嚟學母語係。我知道條下嘛，安尼來做沉浸式教育，大部分做嘅都係客家中嘅語言較多。過程當中可能因為先生會遇到嘅問題就係想會同意嘅先生唔係客家式嘅先生，可能其他就係客家式，唔過可能客家冇講到動章，冇講到動順序，故所語言嘅能力係一陣問題。我知道就做得像係安尼去。大家人去參加一個漢語認證嘅學習班也好，來去提升大家嘅能力。先生有語言能力過後呢，我知道先生還要有語言教學嘅能力，因為大家嘅專業冇共樣，可能佢係音樂先生，佢係體育先生，唔係全部嘅先生愛做沉浸式教育都係英文先生，係喺本土語先生。故所其他就對安尼嘅語言教出教法可能唔落實施。再過來，安尼就算係漢語客家講到同好，不過安尼平常時大最久嘅方式講嘅語言，可能沒冇重視下啲課堂地位度去來教好，可能課程當中要用安尼目標語言，就係安尼母語去講出啲當嘅安尼嘅考試嘅語言，可能還會愛培訓，還愛學習咧。故所可能就會像安尼政府也下辦中文、英文安尼嘅雙語教育共用，可能有一條嘅學分班，還係參加嚴肅嘅一下方式來去幫先生做到培訓。韓國嘅先生愛做安尼沉浸式教育，可能就會有兩個資源愛用到嘅，第一個就係做嘅盤。就係有盤做嘅有討論參詳嘅對象，還有做下去嘅通力，還有經費就做事情限制就冇按到，做得買禮拜嘅教期，還係安尼用數位教學可能用到嘅網站啊，還係軟體上是註冊沒愛錢嘛，有經費還做得有像有做過嘅先生來分享經驗，安尼就冇唔會行過一。按太條嘅願望路，還有來像係教書也條專家，你到學校課堂地位都看安尼用辦來設計課程，安尼用辦來上課本，安尼有同專業嘅建議，做得本安尼嘅課程實施到本更加順序，做得提升學校學生嘅學習嘅效果，就像安尼教學嘅行動研究共用就係尋到一個較好嘅沉浸式教育嘅一個模式。其實睇先生要做一件事情嘅時節，佢自家咩會動到為培訓嘅過程，唔係講我曉得講客，我就做安尼嘅沉浸式教育，提供嘅環境過後，真正我教育係安尼行業台，也其實可以當人權嚟面對一件事情。故所講我傳統雙語政策以前，大家都講，聽說我有母語一個基礎，各界對安尼嘅雙語政策。討論到一下，還有哪條嘅建議同看法？現在過來看樣片。我最近講下，不管你談是談唔是，我冇得效。叫我先咁樣談啊！我嚟我教嘢嚟嘅講啊，也物嘅菜是也嗰啲菜我講出來，能可以示範。語言被認為是身份認同最重要的表徵哦。如果這個英語被提升到那麼重要的話，而本土語言被拔掉的話，其實台灣的歷史跟文化這個靈魂整個都被拔掉了。哈，台灣的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言的消失會日益的快速。哦，這個是我覺得2030雙語國家最大的影響。台灣是可以朝向英語友善國家這個方向去思考。好，但是我們整個台灣需要有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政策上的考量，那這裡面就需要文化部跟國發會還有教育部這些跨部會大家共同來討論。
救都救唔到嘅情況，結果也又來推行新嘅英文同法語嘅嗰種雙語教育啊。咁當然咧，人家1點鐘我教嘅同嘅空間個時間啊，根本就冇辦法將客家話呢可以搞到樣嘅。等一到本土語言恢復元氣嘅以後，將來全力地去推行。想講睇影片都可以討論，大家係去對母語一件事情係一定重視。認真人都講啊，係講到熱菜天嘅國際，睇台灣要傳統國際嘅人才。其實而家嘅國際人才聽錯，主要有英文嘅能力係，有英文嘅能力就真正代表睇國際上有競爭力係。係講要學好英文，先前係咪做得對母語教育嘅學習來做起始，培養更加多學習語言嘅基礎。嗰種講影片我先請教下蔡先生，蔡先生，其實假如講到學校會當到國際語言，跟我請教下，家咩有講啊？係講呢，愛提供大家建議，除了學母語以外，愛再過來學另外一種語言，唔會先選出嚟係英文，係真正學校英文過後，喺國際上就有競爭力係。你知道英文全世界大家都學英文，所以學英文嘅教材係最多，學好英文過後，就得用英文嘅教材，學英文嘅經驗去學其他嘅語言，所以我知道學每種語言都係強用，你都得用學兩種語言嘅經驗去學別種語言。故所講，而家講到嘅學英文嘅基礎，做得去學別種語言，切假學嘅客話，客話其實唔係人嘅母語，係人嘅其實係人嘅裝備爭效果。唔講唔用唔上去來學客話，客話被本看作係唔切假嘅母語係。我讀大學嘅時節，入到偏入係沒有定音，記得講自然，所以我啲大學嘅時節入到記得學到自然嘅苗栗嘅客話，沙田我入參加日雜沙團，按到客家文化研究社，不過該當時線上係新中英，所以比較開了，不過開了對日雜完全唔會講客家應該講較困難。發音較困難，所以我學日調過後，有興趣去學自然，嘅繼續學自然，所以我頭擺係自然講較多，講較多。故所講，先學校英文，再過去學客話。韓國呢，而家嘅學嘅過程當中，其實啦，人講嘅雙語政策，愛從事英文，韓國。前面大家討論講母語沒有重視，其實人家兩項都係學來嘅。咁樣來看，前面同大家講，唔對雙語政策係有哪條建議？我知道學語言需要係聲法動作使用，較重要。所以比如我跳擺入參加日雜學合法嘅計法當啲北部，北部係講開條腔，所以基本應該就講開條腔，唔講自然腔。繼續活動當先次，我知道講先次，我係鐵日擺參加安陽嘅學合法嘅活動，最尾我哋試就啲當然村民嘅面前。融合化，小概自家發表感想，所以我基本上將做啲攞兩位老大家融合化，講我參加活動嘅經驗，政府要啲北部嘅訓練。
沈梦蔡先生来分享佢自家學客家嘅經驗哦。是唔過有安尼經驗過後，真正講係愛看作安尼雙語政策，一部分係請教下童先生。加其實蔡先生講到嘅當中有一部分就係有安尼嘅環境，有安尼嘅機會當中嘅，佢請教下睇學校係講我創造安尼嘅環境嘅時節。我用我同學校先生唔講，有安尼嘅機會培訓，唔過呢。做家長上嘅觀點，咪係當中嘅話，家長聽說會較重視英文，嘅客話而傳統嘅時節，唔係用我哋看睇學校傳統嘅評分。按到講到嘅雙語教學啊，其實大部分就講到都係中文、英文也嘅雙語教學。不過桃園市也2年來有開始，像係教育局還係呢嘅客家事務局有來做漢語、華語嘅雙語教育，就係想愛本學生嘅啲幼兒園過後到嚟國小國中，加下含做啲曾經喺呢嘅母語當中來學習。不過以呢國小嘅階段來看啊，英文也嘅學習嘅節數比起母語就多較多。呢還可以用跨兩位做雙語嘅教學，變到含較多時間本學生嘅來去接觸到英文也一部分。本土語言數多嘅大壓就當顯明咧，學生嘅做啲學習本土語言嘅機會啊，就含較大。那係愛學生嘅愛留本土語言學較好，學較會，看起來就含較難咧。故所呢就係去上課啊，用辦來去規劃呢嘅學習嘅課程，含個結束，看來去看可能呢嘅漢語嘅課程係咪冇受到保護，還係受到呢強勢語言像係華語、英文也條嘅影響。除了睇呢有學習本土語言嘅語言人權，或甚至到呢本土語言啊，還係呢政府也下講嘅國家語言，無法度啲呢學生嘅學習嘅階段受到平等共用嘅重視。韓國前面我來講到，就是係也按多種嘅語言啊，呢愛真嘅來去學會學到好，其實啲呢國小嘅階段就會打好基礎過後，其他就到嚟高中、國中，可能有基礎嚟增高嚟。講到用一條目標語言，就係呢英文，還係本土語言也好，來去做雙語教育，也就係較好嘅方式。唔好按急來實行一個呢嘅雙語教育，無就係呢講嘅揠苗助長。呢國語啊、本土語言、韓國外語嘅學習啦，愛用辦來做到平衡，也係呢大家愛去深度共識、愛去討論嘅一個教育議題。本土語言嘅課程比例同英文嘅課程比例，其實喺國小階段就有同佢嘅所長嘅家長同佢分享。有啲學校嘅低年級嘅學生嘅係一節嘅英文課一禮拜，唔過呢，佢一禮拜同時咩會有一節嘅人講嘅本土語言課。當係中年級、高年級，其實會聽啲年級嘅比例會增加英文課嘅一個比例。也就係講，可能英文課有3節，唔過本土語言行係一節課喎。也就係講，其實睇一下安尼嘅環境，英文嘅學習嘅課堂嘅數量就係比呢本土語言行較多嘅。係講真正我哋傳統也好，雙語政策嘅時節，係唔係呢母語正見會見到教育師總教授一部分新聞節目前面做嘅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唔希望我看一件事情。雖然講人見咩都見過，母語係根本，唔過呢係講人真正用書模式來看睇課堂上嘅數量嘅時節，其實也下人哋本土語言學習嘅課程就比英文行較少嘅。佢將來係講真正實施人哋雙語政策過後，安尼嘅情形會見到更嚴重冇？兩種語言它可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另外一個打壓另外一個，如果過於強勢沒有合作的話，所以我做過一個雙語書的計劃，那我們產出了3本排灣族跟華語對照的，其中有一本就是提我是誰，好讓學生認識說我的名字叫什麼，那跟我的文化有什麼關係？那我最近我的學生他告訴我說，他們除了原住民語跟華語之外，現在也加上英語。啊，那所以我們要設想的是說，這多種語言之間怎麼樣協力合作，而不是互相排斥。現在我剛剛講說，一直講說雙語教育沒有把母語放上去，就是忽略掉，把我們當作不存在一樣。所以他要改變的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在台灣的多語的環境裡面達成所謂的英語友善。英語友善是說，我們可以互助。我可以用英語來講台灣的故事，
来讲客家、排湾族各种台湾族群的语言的故事。那这里面它就是一个协力互助的关系啊，它帮助外国人了解台湾。好，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好，那这样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会是一个三赢的关系啦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母语不放在双语教育里面的话，我们就是不认为我们的语言是一个资源，也不认为我们的语言有一个资产，是一个权利的一个观点。好，那个重要的东西要先出来，要不然就会像说英文说我们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好，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的双语教育一定是母语为本、母语优先的双语教育。双语政策要用母语来做基础，母语係根本。其實今日嘅來賓呢分享討論都講到，愛學外國嘅語言英文，其實呢國際競爭力係啥都想要有嘅。唔過我要國際競爭力嘅時節，其實自家本土嘅語言我先學來過後，要潛向人家講嘅，做用合作嘅方式來帶通本土語言，用國際化嘅方式，不限多元來認識。再個用英文嘅方式來看準本土語言嘅發展，其實語言嘅學習啥都有機會來接觸，只唔過母語一件事情喺傳統雙語政策嘅時節，按樣我來看會造成矛盾，也係講會造成利益嘅衝突，也係下一步喺傳統政策嘅時節，帶大家向下來思考，談個討論呢。以上就係今日全面睇飛嘅節目討論，節目詳情收看下個禮拜沒有記得準時收看，and 再飛，按住四，節目3B。